为什么神鬼莫测的张起灵却被几个小鸡仔指着鼻子骂？反正他没爹没娘的，跟着魔方爷也是死，还不如让他死个痛快。这个野种是个骚恶心，怪不得所有人都讨厌你。原来张起灵从小无父无母，虽然身为本家人，但却得不到家族的重视，从小更是受尽了白眼，就连组队的外家人都看不起他。为了完成这次的放野考验，他们准备进入马鞍村下的四周城，这是张家去东北之前的聚集地。里面虽然藏着大量兵器典籍，但也布满了危险的机关。为了完成试炼，众人通过盗洞来到一间密室。等他们进来后，才发现这间墓室竟是倒置的，周围也没有任何出口。虽然头顶有很多兵器，但这些兵器的成色都很普通。这就叫做以天为地，以地为天，这是天地会的房间。显然这个场景并不适合开玩笑，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，在墓室的一角竟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匹铜马。可奇怪的是，所有东西都是倒置的，唯独这匹铜马却是正立的。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判断，机关肯定就藏在这匹铜马之上。这些尸体跟这个马的距离是有关系的，好像他们走到这儿就不能再往前走了。看样子这些尸体就是触发了机关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张海克挑灯缓缓靠近了铜马上方的孔缝，果然看到了纵横交错的丝线。很显然，这就是这间房子的防御机关。这铜马里面丝线不太好，而且附近的地下，墙壁上也有联动机关，我们还是小心点，走个钢索。所谓的走钢索，就是在铜马上方架起一条钢索，让同伴可以倒挂在上面，避免接触铜马周围而触发机关。但就在张海克要行动的时候，张起灵却比他先一步来到了钢索之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机关极其厉害，以张海克的能力根本无法破解。臭小子，捣什么乱？赶紧下去！可小哥并没有理会他，还从怀中掏出一瓶药水，随后在马背上滴了几滴，只是眨眼功夫，马背便被腐蚀出一个孔洞，里面除了大量细小的丝线外，底部还有一个摆着许多珠子的莲花托盘。千万不要引起震动，这是18弦的变种，挺复杂了。我听父辈说过18弦，想要拆解这种机关，就要将丝线底部的小珠全部取出。期间一旦发生任何震动，就会导致圆盘上的小珠撞到周围的丝线，撞到几根就会触发几个机关，而且这种机关完全没有规律可言。不幸的是，他们还遇到上百根的加强版。我要直接把手伸进去吸珠子，但势必会牵动一根丝线，触发一次机关，你们要做好应对准备。说罢，张起灵就拿出一枚磁铁，小心翼翼地将手伸进了铜马内部。开始了。果然在丝线断裂的一瞬间，墙壁上射出了几枚有毒的飞镖。好在众人早有准备，这才没有出现意外。拉好绳索，继续。小哥丝毫不慌地继续向下，在所有人紧张的不行的时候，小哥成功吸起所有珠子，然后慢慢抽了出来。而张起灵之所以能破解这个机关，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就跟着张家族长来过这里。等到小哥回到地面时，房间的一角也露出了一个洞口。他们本以为这里是通往主城区的入口，可他们刚下去就被一堵诡异的墙挡住了去路。张海克赶忙拿起地上的砖头查看，却在上面发现了张家双指探洞的痕迹。都是往外抽出来的，这是我们张家人惯用的手法，说明之前有张家人往外抽砖头，想进入这里，但是失败了。为了弄清楚墙后有什么，张海信当即撸起袖子准备用手探查，可张海克却拿出了马腿剪。一旦探墓之人遭遇不测，他就会立即将摸尸之人的手臂剪下，用这种断臂求生的方法让同伴保住一条性命。可张海信将手伸进去没多久，发现了不对劲。我摸到个东西，